大家好，新出炉的一份年度鲜肉排名，果然让 Shin Wan 我开了眼了。铁口再次成功镶上了金边，因为政治风暴，丑男当道，果然成为了新时代的新兴潮流。在 Shin Wan 我的眼里，10位嫩出水的出炉流量明星，只有2位依旧是老面孔、大帅哥。那么您猜，老干部脸依旧频频出圈的王一博到底排第几呢？难得唯二帅的另外一位您肯定熟悉的男星又会是谁呢？在这个吴某凡被最终重判的时间点，帅字注定成为了历史垃圾堆里面的老鼠代名词了。山河巨变，江河日下。现在当大家看到许半夏顶着薛杉杉的脸去抽人家大耳光的时候，或许都会登时明白了赵丽颖的一番苦心和适者生存的鬼聪明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Shin Wan 我对原生态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真的是太熟悉了。任何的风吹草动，往往都是亿万人看不懂的风向标，没有政治洞察力，往往只能随风飘，跟着歪嘴大号跑。2022年11月25日上午，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吴亦凡强奸、聚众淫乱案，对被告人吴亦凡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附加驱逐出境；以聚众淫乱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3年，附加驱逐出境。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吴亦凡于2020年11月至12月间，在其住所先后趁3名女性醉酒后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之机，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2018年7月1日，吴亦凡在其住所伙同他人组织另外2名女性酒后进行淫乱活动。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吴亦凡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聚众淫乱罪，应依法并罚。根据吴亦凡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娱乐大件事居然引来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官员旁听的宣判，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外国人待遇已经东升西降了，一石三鸟的目的达到了。除去政治方面、外交方面的考量，这次吴亦凡或者吴某凡的最终重判，已经进一步催化了万恶帅为首的认知，所以不出意外的，跟着出炉的10大榜单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赵丽颖而言，一路都在转型，并且不计形象，这个鬼聪明，想必不少真爱粉或许接受不了，因为美美的赵丽颖胖一点、瘦一点，一直都有杂音和批判存在。不仅仅起源于黑粉社区，今年的国产电视剧市场出现了众多围绕着主旋律的年代剧和现实题材剧，贴近生活的剧情中也带来了令人反思的哲理和人情世故。还有一个特点，这些作品往往是充满正能量的教材类剧作，能让很多人通过剧中的桥段备受启发。前段时间较火的年代剧《人世间》，我们这10年等都通过真实的案例或者一个时代的缩影来讲述一段恢宏的往事。这其中不仅有围绕着亲情的百般牵绊，有面对社会洪流的人情世故，还有人间烟火气中裹挟的清醒和温良。这些作品能轻松实现爆火，断然不是偶然现象。剧中的桥段有太多值得推敲的地方，发人深省。一部好剧不仅要有好的剧本、故事，还要有能扛住角色的演员。所谓的倾情演绎，才能成就一部完整且优质的作品。这是国产电视剧市场的一大趋势，尤其是到了年底，各大播出平台更是不断推出压箱底的好剧，比如271推出的《风吹半夏》，可以说是未播先热，很多观众已经在期待着尽快上线播出。根据官宣来看，11月27日，这部作品将如期而至。在这部剧中，作为女主的赵丽颖是一大看点，她为了演《风吹半夏》这部剧增肥，胖了一大圈，可以说是毫无偶像包袱。对比内娱的现状，赵丽颖心甘情愿为角色付出的努力，才是真正的清醒。这必将带来一个优秀的角色。这是一部时代群像闯剧，演员阵容豪华。Shin Wan我聊过无数次了，《风吹半夏》是一部时代群像闯剧，以许半夏为首的有志者为了追寻梦想，获得更安定的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勇往直前，不断创新，最终凭努力和坚持成就了属于自己的事业，也有了更美好的未来。
这部剧的故事题材就非常励志，年轻群体不甘于现状，努力改变生活，这是朝气蓬勃的体现，同时也代表着当下诸多的年轻群体。对于观众而言，这部剧更有现实教育意义，或许会在剧中的某一个桥段恍然大悟，知道接下来要如何更好地面对生活。制作团队选了一个好的剧本，同时也选了一众优质演员。在这部作品中，赵丽颖和欧豪领衔主演是一大看点，还有中生代实力演员李光洁与赵丽颖同台飙戏的场面。在年轻演员中，有黄登登、孙谦等人出演，另有老戏骨王劲松加盟助阵。在演员阵容中，男主欧豪也是相对合适的人选。他痞帅和外形和剧中童潇齐这个角色的贴合度还是非常高的。虽然是歌手出道，但欧豪已经在影视作品中贡献了大量的角色，演技也得到观众的认可。当然了，申万我老是强调相对，这您懂的。如果不懂，完全可以自行回顾一下粉丝造反事件之后的各种硬核。当然了，今天的短视频区有个欧豪的微表情，相当的到位，在超强的音乐加持下，果然氛围感充满。申万我特别提醒您留意一下。整体来看，这部剧的演员阵容还是非常豪华的，除了实力派领衔主演，就是老戏骨带来更有张力的剧情。尽管还没有正式开播，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程度已经非常高。现有的热度加上播出之后的口碑，或许又会成为年底的一部爆款作品。赵丽颖为角色胖了一大圈，放下偶像包袱，这一点真的令人称赞，也是申万我常说的鬼聪明。《风吹半夏》是一部典型的大女主成长剧，赵丽颖在剧中饰演的许半夏是灵魂角色，她是整部剧的故事核心。从剧方给出的预告片可以看到，许半夏的造型不仅惊艳且精致，赵丽颖的精致五官代表的是年轻的力量，这与后续的转变有强烈的对比。许半夏决定创业之后，她的形象再次出现了改变，更加成熟、坚定，能让观众感觉到这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才有的沉淀。而赵丽颖的演绎可以说是拿捏的恰到好处，没有任何刻意表演的痕迹，能看到一个鲜活而又生动的许半夏。对于角色的深刻理解，赵丽颖在背后付出的要更多。根据原著来看，许半夏并不是瘦小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胖子。而为了与角色的适配度更高，赵丽颖给自己增肥，硬生生胖了一大圈。面对外界不友好的评论，赵丽颖总是一笑而过，这是为角色服务。胖一圈又怎么了？只要观众看到的是一部好作品，一个好角色就足够了。而且赵丽颖这种为角色奉献的精神，值得太多的演员学习，能让自己融入到角色中，必将带来一个有共鸣感的人物。整体来看，《风吹半夏》这部作品不仅有生动的故事，而且制作团队打造的演员阵容也非常豪华。相信顺利播出后，很容易就会成为一部爆款作品，无论真爱还是路人，都值得期待。虽然申万我老说时间点尴尬，所以呢，无影一身轻的王炸弟弟相对就没有这种时间点的焦虑症了。曾有一段时间，王一博粉丝惊喜于他短视频平台上狂交作业的举动，虽然知道时间到了他会这么做，但看到全新的王一博还是相当高兴的。可今年的王一博一会儿换衣，一会儿换地址，一会儿眼神杀，风格变化不停，大家却怎么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准备的这些素材，只能猜测是专门找了个时间一次性录完，看着时间一个个交了。而当王一博的奥飞秀将王一博在街舞总决赛比赛前期做的准备全都放出来时，有细心的粉丝发现，王一博这段时间交的作业应该是在街舞后台录的。在王一博第一个作业本上，换衣间视频中出现了一帘蓝色窗帘，款式算不上新颖，还有点朴素，唯一值得引人注目的就是窗帘拦腰处有一条封边，让窗帘呈现上下两面的格局。而在奥飞秀发的视频中，王一博结束了前期舞蹈训练，在化妆间被化妆师做妆发，自己还是脚上做着舞蹈动作时，
王一博所处地方就有同款蓝色窗帘。从2张照片中来看，窗帘是一模一样的，但一个有黑色窗帘杆，一个没有，应该是街舞后台统一采买。王一博录制营业视频的时候，没有选择化妆间那条吧？第一条视频的地址确定了是在街舞的后台，那么细细翻看王一博其他营业视频，他眼神杀的那条视频出现在一处长廊里，头顶上天花板与王一博准备去队长大秀时所经过长廊天花板一模一样，都是黑色带灯的样式。于是，即使大家没有看过街舞场馆的楼梯是不是王一博视频中那样，粉丝们也都默认是一起拍摄的了。这些偷懒的短视频，您都能在本频道抓取出来，批判一下，评论一下，因为的确有够懒。只能说，在参加街舞总决赛这样令人心跳速的比赛，王一博还能就地取材，蹭一波舞的妆造，录制一堆视频，留着以后慢慢发。这个同样鬼聪明上脑的孩子还是很有头脑的。临近年关，王一博身上的任务不出意外还是很多的。有的时候他没有公开的任务，也没有在剧组拍戏，但即使是这样，实际上他的行程可一点没有打折扣。在街舞总决赛的后台，我们不知道这堆营业视频是赛前录制的还是比赛结束后的工作。如果是赛前，那么王一博还要挤出排练时间，不停地换衣服、换场地来录。如果是赛后，那么比赛结束都已经是半夜了。王一博在经历了磨人的比赛之后，还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收工，还要继续配合录视频，只能说太辛苦了，连一段长廊都利用起来，看来时间还是蛮紧张的。所幸王一博足够聪明，也懂得利用身边的资源，有了完整的妆发，有足够大的场地，虽然时间不一定够，但挤一挤还是有的。如此给大家后续看的营业还都是在澳门拍的，那是有些粉丝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地方，不知道后续王一博还会不会有多少份作业要交呢？看起来那天王一博应该是跑遍了街舞总决赛的场馆啊。目前出现了换衣间、楼梯间、长廊，期待后续抓包各种重叠出现的地方。深万我相信这也是少不了的摩托乐趣。实话实说，如果有新鲜的一博聚集包周的话，相信摩托姐姐的要求不会越拉越低，您说对不？对于赵丽颖的萤火虫们，真的是要开心坏了。因为深问我说过，今年能上最好今年上，而且回马古偶的赵丽颖大把可以塑造的空间，在自己的主场。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风吹半夏》官宣定档，11月27日19点30分起登陆江苏卫视幸福剧场。该剧由傅东育、毛薇执导，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刘薇、柯蓝、任重、冯佳怡特邀主演，孙谦、黄登登、释安、宋茜、王晰、黄奕薇联合主演，王劲松、刘薇薇特别出演。该剧以钢铁行业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以许半夏、赵丽颖是为代表的有志青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的故事。在近年来的 IP 改编风潮中，作家阿奈极具代表性，尤其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都挺好，《欢乐颂》、《大江大河》都是年度大剧。即将播出的《风吹半夏》改编自阿奈原著小说《不得往生》，小说豆瓣评分达到8.2分。《风吹半夏》以钢铁行业为故事背景，讲述了许半夏、童潇齐、欧豪氏、陈宇宙、黄登登氏组成的钢三角，白手起家，从最初以收费钢铁为业务，后逐步接触钢铁行业，最终凭借独到的眼光和果敢的性格闯出一番天地。该剧不仅是一部普通人的奋斗史，也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我国民营企业的壮大历程以及社会的发展变革。剧中，许半夏的母亲因难产而死，父亲则对她不闻不问。这样的成长环境养成了许半夏敢闯敢拼的性格。随着经济腾飞，许半夏带着兄弟童潇齐、陈宇宙从废钢运输生意做起，凭借着敏锐的市场嗅觉，
在男人占据主导地位的钢铁行业拼得了一席之地，并最终赢得了事业、爱情双丰收。值得一提的是，《风吹半夏》是赵丽颖继《幸福到万家》后再一次出演现实主义题材作品。据悉，根据不同时代、不同身份，该剧服化道团队为赵丽颖打造了180套造型，尽显复古版摩登时尚风。这种时尚风在Shin的短视频区您都能领略一下，别忘了留意赵丽颖的小眼神，那里才是包剧的窗户。半夏味辛性温有毒，需滞后内服。这是《风吹半夏》原著小说《不得往生》中的题记。可以说，许半夏这个名字完美诠释了女主角在书中的人格特质。这本小说并不完全是一本充满正能量的作品，金钱、权力、资本才是它的主旋律。对企业家原罪的不断质问，才是不得往生对适者生存的最好诠释。从不得往生到野蛮生长，从野蛮生长到风吹半夏，仅从名字上的变化，便可看出许半夏将会有着怎样的人格与人性上的改变。它不该只是带刺且芳香的玫瑰，更应该是有毒且致命的半夏。或许会从经历过风雨的毒物，变成药房中一剂治病救人的良药。风吹半夏中的许半夏，或许只会经历风雨，却不再经历生死。他还会是那个不得往生的许半夏吗？也许经过编剧的改编与重新塑造，原本那个善于辞境的许半夏，将会脱胎换骨，成为怀抱雄心壮志的弄潮儿。他不再是草莽，也不再是周旋于各种企业与黑恶势力间的商场悍妇。在原著小说中，许半夏是一个经历了太多凄惨人生风浪的女性，她的各种经历、手段以及故事，造就了《不得往生》这样一个书名。也许这是对优秀且成功女性的嫉妒，也许是对男性或大男子主义的讨好。无论如何，野蛮生长至少能恰如其分地说明，这是一个激进疯狂的故事，就像脱胎于秋菊传奇的《幸福到万家》一样。饰演许半夏的赵丽颖曾经是性格择善固执、秉直坚韧的新时代女性和幸福，但这样的和幸福怎么看都不像是秋菊，这样的幸福到万家怎么看都不像是秋菊传奇。当野蛮生长黯然退场，当风吹半夏华丽登场，原本的疯狂与无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微风拂面与斜风细雨，就连宣传海报也从原本的火红黑暗风变成了阳光普照风。这样的改变或许已经注定了结局。这样的改变或许已经注定了赵丽颖的许半夏将会重复和幸福的和谐基调和政治形象。也许我们还会看到那个在夹缝中努力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许半夏，也许我们还会看到那个不断经历良心、资本、道德与利益煎熬的许半夏，但我们将不会看到内心黑暗面的许半夏，也不会看到利益至上的许半夏，更不会看到拥有雌竞好断的许半夏。因为堕落、贪婪与无耻不属于风吹半夏中的许半夏。曾经的幸福到万家在21万人的评分中拿到了7.1分的不俗成绩。如今的风吹半夏同样由赵丽颖担纲主演。她能否像和幸福那样，最终带领万家庄走上康庄大道，也能带领野蛮生长中的企业在风吹半夏中以民族企业家的姿态发展壮大？赵丽颖的演技不再是个坎，如何去适应永恒高大上、永远伟光正的时代刚需，才是下一步巧妙融合的重点。这不，就连这几年盛行的小鲜肉概念，明晃晃也要彻底抛弃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审美观，特别是那些流传甚久的韩风遗毒、养眼漂亮的皮囊，不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旋律。社会主义更需要阳刚、黝黑和汗臭的荷尔蒙，这些Shin频道才有的深八硬核和原装铁口，欢迎您自行回顾和玩味。学政治讲政治的好处。当然了，在这个基调下，魔幻的2022年还在进行当中。今年影视剧圈出现了一大批流量小鲜肉，他们靠着精彩的表现，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说当下小鲜肉们没演技，那么今年影视剧中10位小鲜肉演技排行榜，您觉得哪一位最让您满意呢？第10名，
董又霖作品，他们的名字提起董又霖，或许大家都相当的陌生。他今年27岁，同样不是非科班出身，原本是歌手出道。今年他在他们的名字里客串出演的高旭，是一位不谙世事的富二代，和秦海璐饰演的总裁雷利上演了一对姐弟恋。要说董又霖这次在剧中的演技真的是一般，他虽然今年已经27岁，但看上去年纪不过20出头，一脸的茫然和青涩。特别是他一出场，给人感觉就是一副孩子形象，而与一旁的秦海璐演对手戏的时候，反差感十足。很多时候，董又霖给人的感觉仿佛就是在尬演，台词说得匆忙，情绪也显得比较激动。他在剧中完完全全就是一副小奶狗的形象。众所周知，董又霖现实中是个富二代，剧里他也演富二代，结果却是演得有些糟糕。要说作为一名小鲜肉，他的演技应该要磨练磨练了。第9名，赖冠霖作品《爱情应该有的样子》。赖冠霖出生于2001年，今年刚刚21岁，作品不多。进入演艺圈之前，曾经是一名歌手。今年，赖冠霖和杨颖合作了一部姐弟恋类型的甜宠剧，剧中他饰演的是一位青涩的回国设计师许光熙。剧中，赖冠霖的颜值应该说相当的惊艳，高鼻梁、大眼睛，青春洋溢，俨然一副邻家男孩的形象。而作为一名非科班出身的演员，赖冠霖的总体演技还是说得过去的，总体上面部表情控制得很不错，台词也比较标准。要说唯一的缺点，主要还是没什么经验，演技显得生疏和僵硬。毕竟作为小鲜肉，这样的表现算得上可圈可点。剧中他和大了10多岁的杨颖搭戏依旧是甜蜜感十足，人设上也比较受欢迎，总体来说排名第9。第8名，陈飞宇作品《点燃我，温暖你》。今年陈飞宇算是狠狠地火了一把，虽然作品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演技依然没有太多长进。对于这位公子哥，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他的帅跟欧豪的帅有一拼，都是痞帅类型。当然了，这是往好里说，其他就不说了。这次他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一位超级学霸李寻，应该说20出头的陈飞宇还是可以胜任这个角色的。陈飞宇在剧中的优势就是自己的外形，个子高大，身材消瘦，五官精致，妥妥的小说男主脸。只不过他在剧中还是犯了小鲜肉们都会犯的错误，演技没有感情，表情僵硬，整个人演技略显单薄。比如和女主对视的时候，眼神空洞，也看不出表情变化。整部剧里也是一副生人勿近的高冷形象。其实陈飞宇的演技还不错，形象也很好，但在这部剧里表情着实有些生硬，最多就是排名第8。第7名，王子异作品《芳心荡漾》。今年王子异在《芳心荡漾》中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作为一名小鲜肉，演绎出来的居然是一种老练的感觉。初登场，王子异饰演的林森就和女主张帆在同一间屋子里，而他醒来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昨晚表现得不错”。只见王子异神情放松，表情中还带着些玩味的感觉，给人感觉仿佛就是在本色出演，演技相当有细节。要说王子异也不是科班出身，这样的演技还是可圈可点的。除了有不错的外部条件，对于角色塑造也十分有心得。在剧里，林森绝对是一个大胆的角色，面对比他大10几岁的姐姐，毅然决然地进行求爱，虽然屡次被拒绝，但是勇气可嘉。剧中还有一场戏是淋雨的戏份，看着林森在大雨中失魂落魄地走着，浑身湿漉漉的，瑟瑟发抖，悲伤的表情让人心碎，应该说表现得很不错。整体上，王子异出道至今作品不多，不过演技还是不错的。作为一名小鲜肉，这次在《芳心荡漾》里和秦岚搭戏，感觉也不小的突兀。第6名，王安宇作品《赤道》。今年王安宇搭档金晨出演了一部甜宠剧《赤道》，应该说备受好评。其中王安宇的演技还是很不错的。王安宇算是出道较早的青年演员，年纪不大，作品不少。
演技自然是可圈可点，剧中表现也越来越自然。这次他在《赤道》里饰演的是一位大学生角色，并且是一名跳高运动员，可以说非常符合他当下的年龄。王安宇饰演的段誉成很有活力，十分热血，对于喜欢的教练罗娜也是大胆追爱，表现出了自己的真实状态。记得剧中有一段戏，王安宇给人的印象很深，那是段誉成得知罗娜为自己训练背后付出巨大努力，结果自己失利了。随后他跑去找罗娜，问是不是对他相当失望，而罗娜的回答让他很愤怒，继而段誉成气愤地下跪痛哭。这段戏王安宇表现得相当到位，情绪直接拉满。作为一名小鲜肉，这个表现让不少观众对他刮目相看。总的来说，王安宇在剧中的表现很不错，赤道也收获了不错的热度，综合一下排名第6。第5名，郭俊辰作品《少年派2》。郭俊辰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小鲜肉演员，早年他凭借扮演太子妃升职记进入演艺圈。随后20岁的他便出演了《少年派》，并且在剧中饰演高冷学霸钱三一，阳光帅气的外形，聪明过人的才智，让对这个角色十分喜欢。今年《少年派》第2部也在上映热播，郭俊辰时隔4年后回归，依旧饰演钱三一一角。这一次他又给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与早前相比，郭俊辰更加的成熟，而剧中初次登场的钱三一也是物是人非，仿佛得了忧郁症，满眼疲态，表情抑郁，压迫感十足。要说郭俊辰在整部剧中唯一的缺点就是台词功底一般，有些口齿含糊不清，而对于角色情绪上的饰演，他的表现是极好的。总体来说，郭俊辰作为一名小鲜肉，他是相当有潜力的，很少出演烂剧，阳光开朗的形象一眼就能让观众记住。第4名，王一博作品《冰与火》。今年王一博在刑侦剧《冰与火》里饰演的警察陈宇，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受到不少观众好评。要说王一博也是顶流小鲜肉之一，早年是歌手出道，半路出家进曲新演艺圈，参演了一部《陈情令》，成功出圈。跟着的有匪、申万我的篇幅值得您自助一把，精彩不容错过。今年他主演的《冰与火》可以说口碑热度双丰收，而他的演技也是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剧中的王一博十分热血，做事容易冲动，看得出还是缺乏不少实战经验。在后期与吴镇峰一次次合作中，他开始表情愈发成熟。以往王一博的演技都会被批表情僵硬、神情呆滞，在这部剧里就有了很好的提升，整体上看起来没有那么呆板，反而更加生动形象。对于王一博的演技，只能说潜力十足，每年达目有进步，但是仍然有不少缺点。综合表现来看，排名第4。第3名，张凌赫作品《苍兰诀》。今年《苍兰诀》除了火了王鹤棣和虞书欣，男配张凌赫也在剧中有着精彩的表现。张凌赫2019年出道，出道后参演了《少女大人心动的瞬间》等作品，观众对他的印象不错。今年在《苍兰诀》中，他饰演的常演可以说凭借冷清的气质吸引了一大批粉丝，演技更是备受好评。剧中常演是仙界的战神，高冷而又霸气十足，但是从他的身上也透露出一丝儒雅和温柔，仿佛翩翩公子，温润如玉。外冷内热，常演对于小兰花早已经钟情，但是有缘无分，最后只能默默守护，让人唏嘘。无论是气质还是形象，张凌赫在剧中都是不输王鹤棣的，白月光的形象更能带给观众温暖。总的来说，演技几乎没有问题，排名第3比较合适。第2名，吴磊作品《星汉灿烂》。吴磊虽然年纪小，但是戏龄一点都不短。
出道以来已经参演了数十部影视剧作品，演技可圈可点。今年他和赵露思一同参演了古装群像剧《星汉灿烂》，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表现一路是低开高走，最后饱受观众好评。剧中的吴磊饰演的是一位少年将军的角色，初次登场也是气场十足，面庞冷峻，台词说的不徐不急，整体给人印象良好。后面有几段吴磊的台词就有点对不上口型，但是他的情绪表现特别精湛，喜怒哀乐写在脸上，演技同样突出。在复仇这条主线中，吴磊的演技爆棚，神情严肃，眼神狠辣，给人十足的压迫感，让人窒息。总体上，今年吴磊给人的表现就是惊艳，演技相当在线，综合排名第3。第1名，王鹤棣作品《苍兰诀》。申万在这里需要提醒注意的就是这部作品的名字，造一神，封二神，真的可以一部剧说话。要说今年演技比较好的小鲜肉，那第1名一定是王鹤棣。以一部《苍兰诀》成功出圈，演技、形象都好似换了个人一般。要知道，王鹤棣出道以来作品寥寥无几，演技更是被诟病。最经典的还是《玉龙》里那僵硬的面部表情，让观众特别出戏。这次在《苍兰诀》，他饰演的角色是高冷的魔界霸主东方青苍。从形象和气质上而言，与角色的适配度很高。五官端正，面若冰霜，霸气十足。初次登场与虞书欣对调身份，可爱呆萌。恢复原样后又尽显腹黑霸道。总体上，这次王鹤棣的演技在一种小鲜肉里堪称一流，表情戏越发生动。整个角色塑造的相当立体，这就是2022年最新出炉的10位小鲜肉演技排名了。应该说，作为青年演员，他们都有青涩稚嫩的一面，也有让人忍俊不禁的时代需求的一面。这其中有不少小鲜肉仅仅是半路出家，但是演技却获得了不少好评。在这个流量横行的时代，小鲜肉有这样的演技已经不多见，这您懂的。话说，抛开某些只会念剧本的流量小生，不知道今年这10位小鲜肉中哪一位的演技最打动您呢？说到这，申万我必须提一下的是，王鹤棣1998年12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毕业于西南航空专修学院。请注意航空专修。王鹤棣从小就喜欢打篮球，在球场上的偶像是勒布朗·詹姆斯。他初高中都是校队主力，场上位置为控球后卫、小前锋。因此，他在西南航空专修学院期间被选中拍摄学校招生海报，成为空乘专业的形象代言人。此外，他还在学校圣诞晚会上与长龙航空定向班的同学们一同表演了舞蹈成舞《Better Me》。虽然人红是非多，特别是顶流，但这些细节没人关注。相比王一博，一直被诟病的一点就是学历问题，认为他不是科班出身，认为他学历低。那么来认识一下王一博毕业的这所学校——韩国首尔翰林艺术高中。就以王一博学习的系实用音乐系为例，看看他们需要学习多少门课程，一共10门，全部都是专业训练。对于一位艺人来说，需要的就是3样：颜值、专业实力、人品。对于王一博，足够，再加上这么专业的学习，更足够。要是说不是北电、上戏、中戏出来的，王一博无疑还是有点遗憾的。毕竟上过大学的都知道，到社会之后，大学学到的知识能够用上的不到5%。王一博的确遗憾错过了大学优秀的教授、有趣的同学以及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这是人生的一种经历。更何况人生3大铁一起同过窗绝对算，这是多么可贵的人脉啊！抱团取暖多好，不然4字胡萝卜萝卜不仅要同班，还要住一个宿舍呢。所以王一博就有点吃亏了。外国上的学，回来后就单打独斗啊。可笑的是，别的专业，例如绘画啊，例如设计啊，例如会计啊，例如建筑啊，也吹自己正宗大学毕业，科班出身，一张纸上就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啊！专业对口真的在中国不容易。
你建筑的，你毕业了去搞土木工程，这叫专业对口；你去当艺人，这叫中途转行吧？转行是不是等于从头开始？那不就是艺人幼儿园水平吗？说到这，申万我希望能回过神。你追星讲究学历，讲究论资排辈，讲究科班，你去中科院啊，水仙不开花，你装什么蒜？王一博自己说，遗憾的事肯定有，过去就过去了，往前看最重要。对于他而言，他选择了高中学历，选择了艺术特长，然后执着地走下去。对于大多数没本事的按部就班的人而言，只能选择了本科毕业，然后走下去，从事计划中的本专业，那也挺好。而对于其他艺人来说，愿意深造挺好，愿意中专毕业、高中毕业、艺校毕业、技校毕业也挺好，只要颜值出众，专业水平过硬，只要人品服众也挺好。甚至像原来的艺人岳云鹏、王宝强，初中都没有毕业，可有人质疑过他们的专业水平吗？梁晓声先生形容文化的4句话：一、植根于内心的修养。修养是通过后天的学习与修为而获得提升，从而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的境界。2、无需提醒的自觉。自觉指自己有所认识而主动去做。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有2个生命，一是肉体的生命，二是文化的生命。抽去文化这根筋，人不过是普通动物，人贵在自觉。3、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主张的自由是一种无害于社会他人的自由，是以善和公正为前提的。4、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心中充满善良，才能温暖身边的人。这4条，王一博全部做到了，做得还特别优秀。或许立刻就会有人过来胡搅蛮缠说，你是不是在提倡读书无用论？你是不是认为上大学没用？不可否认，学历高，起点就高，成才路会更顺畅一些，专业的训练或许会更出色一点。包括王一博都会劝他的粉丝好好读书，这样出路才广。可是学历不等于文化，文凭不等于素质，学历不等于专业，文凭不等于能力。每年科班毕业那么多人，能够做到风生水起的有几个呢？绝大多数都是泯然众人矣，肯定是个人特质不足，也缺少了一点运气吧。秦桧状元之才，学历高吗？狄博士同主持人，学历高吗？吴谢宇要加薪，学历高吗？郭麒麟、张云雷，学历高吗？王宝强、岳云鹏，学历高吗？360行，行行出状元，世事无绝对。王一博从不以他的学历为耻。王一博粉丝也绝对不会以他的学历不高为荣，但是王一博能够演戏出色、舞台出色、唱歌出色、综艺出色、杂志出色、红毯出色，更加上他颜值优秀、人品优秀、三观优秀、性格优秀、为人处事的态度优秀，这就足够了。他只需要是一位顶尖的艺人，他是中央国际电视台骄傲地向全世界宣布的 Chinese Top Idol。是90后唯一一位金鹰奖获得者，是新华社认证的 Z 世代青年代表，是我们的骄傲。所以，那些拿学历说事的黑粉或对家，还是要拼命督促自家艺人精进业务水平为正事，要么自己端正心思，过好自己日子，多挣点钱，切忌天天端个乞丐的碗，盛着一碗馊饭，狠咬一口窝窝头，然后恶狠狠地说别人桌上的山珍海味不香。这种心态一直都很常见，更加仇富的心态一直也都存在。所以王一博在2023年何去何从，的确需要认真思考脚下的每一步，因为娱乐圈的天已经变了，黑粉呢却依旧会如影随形。或许某一天，王一博动了另外一位新晋顶流的蛋糕，您猜会发生什么呢？毕竟2023年的蛋糕小一半不好说，但顶流更多的碰撞已经开始水火，已经在所难免。所以对于赵丽颖而言，守住主场依旧是冬季里的一抹阳光。试问我这个说法
您赞同不？Shin1，我还想提醒一下您，再留意一下赵丽颖的主场脸的变化，这种变化真的特别有趣、有味道、有心有感触。刚才Shin1我也说了，山河巨变，江河日下。现在，当大家看到许半夏顶着薛杉杉的脸去抽人家大耳光的时候，或许都会登时明白了赵丽颖的一番苦心和适者生存的鬼聪明了。那么，有谁想得到7年后赵丽颖终于活成了花千骨呢？重温花千骨，真爱粉才会知道赵丽颖红得多么不易。如果您曾经经历过2015年，就会知道当年花千骨的火爆程度，大街小巷都知道骨头的称号，就连赵丽颖后来上《偶像来了》，小朋友都亲切地喊她小骨。赵丽颖也凭借这部剧直接跻身一线小花的行列。直到现在也无人可以撼动她的地位，而她在电视剧圈的地位也是很多小花无法超越的存在。这部剧如果重温，把今年对比当年，或许您会突然明白赵丽颖为何红到现在。她经历的很多事情与花千骨的很多经历也不谋而合。首先，我们简单重温一下花千骨，从最开始一个小村姑，被村里人忌惮养在村外，那时候刚进长流的花千骨稚嫩且孤独。因为从小没朋友，他结识了倪漫天等很多好朋友，失去了父亲，他遇见了白子画这样一个可尊可敬的长辈。唐宝是他的精血所化，算是他的孩子。在长流的那些年，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候。可是随着他真正的融入修仙圈，一切都变了。为了十方神器和妖神的力量，尽管花千骨从未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所有都说他错了，让他回头。而赵丽颖也是一个农村姑娘，她的演员梦就像凡人修仙一样，在那时是个不可理喻的事情。就像她在长流最开始的最后一名那样，赵丽颖也毫无表演经验，直接演了8年丫鬟。演珊珊来了那一年，是她被黑得最惨的一年，就连在快本上喝口水都是错的。一个倒卖娱乐圈信息的主播曾经说过，在娱乐圈，赵丽颖的口碑并不好，很多人都不喜欢跟她做朋友，说她是个做事很绝的人，非常强势。很多曾经被爆出来关系很好的朋友，后来也不再联系。她曾公开承认，自己最好的朋友是丁子俊，一个从来不被知道的人。这一点跟花千骨最后很相似。她身边那么多朋友，死的死，背叛的背叛，最后只有一个孟玄朗留下了。只有他明白花千骨没有做错。而赵丽颖呢？比如当年的孙耀琪，两个人曾经那么要好，最后的关系又多么惨烈。不过这些都无所谓，现在赵丽颖的高度，他们再也追赶不上。如今的赵丽颖就像花千骨一样，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她也不再是当初那个纯真的小姑娘，也不再奢求交什么真心的朋友，除了拍戏，她什么都不想要。这一切跟花千骨的结局多么相似。最后，花千骨终于可以压制住妖神的反噬，拥有了强大的力量。可是他累了，宁愿放下一切，重新来过。而赵丽颖也放弃了娱乐圈那些虚化的交往，她安安心心的拍戏，做好自己想做的事，行着自己的道路。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1我。说到这，同样提醒一下，感受一把，重温一把有匪里面的灵动和触动，同样在本频道大量触及。爱是世界上最说不明白的东西。今年对比当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您来说说看。